Hello， 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咦，木糖，你在这里晒太阳吗？瞧你睡了一整个冬天，脸颊都大了一圈呢。春天来了，小草醒了，花儿开了，木糖也胖了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充满春天气息的手拿包，成品尺寸宽20公分，高11.5公分，大小除了放得下手机，里面的空间也做了2个夹层，可以很好的分隔手机跟其他小物。主要使用了喷毛纱以及棉线，利用鱼骨纹的方式钩织而成。这款喷毛纱的颜色非常的粉嫩，但是如果单单使用它来钩织的话，这样子就不够硬挺，所以我加上了棉线一起钩织。另外准备了一对磁扣以及装饰用的纽扣。工具上使用到了 5.0 以及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、剪刀、接着剂以及钳子。我将喷毛纱以及棉线一起合起来钩织，这2个毛线合在一起的粗细程度大概有5毫米，所以我使用了 5.0 的钩针来钩织它。首先我们钩织基础行，我们用锁边起针，起35个锁针，这个锁针链对折之后就是包包的深度。35个锁针之后，这个锁针链的长度大概会是22公分，但是在往下钩织鱼骨纹之后，它会再缩一点，大概是21公分。接着我们开始钩织鱼骨纹，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人字纹。首先我们先钩织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我们将锁针链翻到背面，我要在里衫上开始钩织。我们跳过起立针的里衫，从这一个里衫钩织一个短针。调里衫钩织的目的，可以让织物的开始以及结束的侧边纹理看起来一致。第一针结束，这个第一针可以算是鱼骨纹的起立针。接着我们将钩针穿过这个短针左方的线圈，再继续穿入下个里衫，再由下而上挂线钩出这个里衫。我们可以把挂线钩出的这个线圈撑松一点，不要太紧。接着再挂线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鱼骨纹的针目。而鱼骨纹的这个针目有3个线圈，我们一样穿进最左边的线圈，再穿进下一个里衫，接着再从这个里衫挂线钩出，再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第2个鱼骨纹的针目。我们就依照刚刚鱼骨纹的钩织方式，在每一个针目中钩织鱼骨纹。除了第1针的短针起立针，这一行一共完成34个鱼骨纹的针目。而第1行我们所面对的是它的正面。第1行鱼骨纹钩织结束，再来我们翻转织片到背面，先锁1针，之后一样在第1针里钩织短针，但是入针时从另一面，也就是正面入针，再由上而下带出线来钩织短针。接着也是从正面钩针，从正面穿进短针左边的线圈，再继续从正面穿入下一个针目，由上而下从针目带出线，再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鱼骨针。因为鱼骨针目有正反面的分别，所以我们在第2行的钩织动作是镜像的概念，要从背对我们的那一面入针。之后的偶数行都以这样的方式钩织，
而最后一个鱼骨针是钩在上一行的短针上。第二行34个鱼骨针结束，我再往下钩15个锁针，延伸织片的长度。延伸的部分是包包的盖子。延伸的第一个锁针比较不容易辨别，我们可以放上记号扣。第三行翻转织片，一样在第一个里山针目上钩一个带有起立针的短针。这里的钩织方式就跟第一行一样。这里就是第三行的最后一个锁针。因为我们刚刚钩织在锁针的里山，所以这个织片有点往后翻，我们要将它翻回来，然后从第二行的最后一个鱼骨针这里开始钩织。钩针先穿进左边的线圈，再将织片翻回来。现在是织片的正面面对我们，所以从靠近我们的这一面入针来钩织鱼骨针目。之后我们就重复的来回往返钩织鱼骨针。如果基础行不算的话，奇数行从靠近我们的这一面入针，而偶数行从背对我们的那一面入针，一直钩织到我所需要的行数。而从第三行开始所增加的行数，就是我包包的宽度。随着这个喷毛纱的颜色变化，心情也都不一样呢。来回钩织完，你会发现鱼骨纹的纹路一行向左斜，一行向右斜。我一直钩织到25行，这个包包就会到达我所需要的宽度，大概是19公分。接着要对称着第一行与第二行，第26行钩织35个针目之后，就可以折返钩织27行。这里就是包包的另一个侧边。接着引拔断线，因为我是喷毛纱与棉线合股钩织，而棉线比较硬，我们只需要留下棉线来做缝合。接着我们只用棉线来钩织包包的分隔层。我以 3.5 的钩针起35个锁针，这条锁针链可以跟包包的盖子一样宽，你也可以依照实际的情况去调整这个锁针链的起针数，大概是20公分。而在往下钩织之后，它会再缩短一点，大概是 19.5 公分。基础行的锁针结束之后，接下来的第一行到第15行，我来回钩织短针。第一个短针都会带有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依序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一个短针。我仍然是选择钩织在基础行的里山上。来回钩织完之后，这个织片就会成为一个长方形的织片，来作为这个包包的分隔层。此时这个分隔层的高度大概有 7.5 公分。接着我翻面，继续在第15行每个针目上都钩织一个引拔针。这边是分隔层的上缘，这样做就可以减少这个上缘的弹性，这样在使用时，这个分隔层的边缘就不容易变形。沿边钩织结束，接着引拔断线，留长线用来缝合。接着我们让主体的正面面向我们，并且将织片长的那一端向上折，留下上盖，再将分隔层置于上方。分隔层有引拔针的那一侧要靠近带口。接着我们从带口的针目开始，将对应的针目以卷针缝的方式缝2针。缝了2个针目之后，在第3个针目加上这个分隔层一起缝。
缝的时候尽量拉紧这个缝线，这样子缝合的地方会比较坚固。而缝合到最后时，可以打个结，藏好线头。而包包的另一侧也以一样的方式缝合好。也是在第3个针目才加上分隔层一起缝合。两侧缝合完毕，将带子翻回正面，这样分隔层就会在带子的中间了。带子底部的这个角也帮它撑一下，这样子包包已经快接近完成啦。但是因为毛线有点弹性，所以它的边缘在使用久了之后可能会变形，因此我们要在这些边缘暗缝一股棉线。我们将棉线穿过缝针，再沿着盖子以及带口的边缘调内侧的线圈，将棉线穿进去。我们从带口的侧边开始，沿边穿好棉线之后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带口以及盖子边缘的松紧，让它可以平整。可以拉扯一下这个边缘，试看看它的松紧度。确定好之后，再将棉线的头尾打结，并藏好线头。接着我们安装磁扣，中间有凸起的这个安装在盖子上，找出正中央，安装时靠近盖子的边缘。而有一点厚度，中间凹的那一个安装在包包上。安装完这个磁扣，你会发现它的垫片会裸露在另外一面，所以在盖子的这一边，你可以选择纽扣或任何你可以想到的方式来盖住它。我选择的是一个大衣的纽扣，我将它凸起的那个地方剪掉磨平，再用接着剂粘在这个垫片上。而包包内侧那个垫片，我则是用喷毛纱环起钩织12个中长针，做一个小小的圆形织片来盖住它。我以1个短针作为中长针的起立针，接着开始钩织11个中长针，这个大小刚好可以盖住垫片。你可以视情况调整钩织短针或者是长针。最后引拔断线，将它盖住包包内侧的垫片，并且缝合，以避免这个垫片磨坏放在包包里面的东西。缝合的时候也是挑包包内侧的线圈缝，这样这个缤纷颜色的手拿包就完成啦。你也可以选择为它加上提手或者是其他装饰。这集就分享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